演讲结束，我们可以得知松人坐在下方，座位旁边挨着的是心动的黄一梦。有请库洛游戏制作人李松伦先生为我们带来他的分享，主题是明朝的全球运营思路分享。喂。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松伦，Solen，对，然后我今天主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明朝在全球运营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思路分享，对，然后我今天讲的主要分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关于全球自主发行和就是库洛在全球自主发行和全球同版本这件事情的一些思路。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明朝这款产品上线后的一些情况，还有当前的一些不足。然后第3个就是大概讲一下未来我们的思路和方向，对。然后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全球自主发行和全球同版本的这件事儿，对。就是其实库洛考虑做自发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想过很久了。我们其实从2017年就在想，我们其实想要去做自发这件事。但是关于自发，它到底它的好处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想去追寻这一条路呢？其实我们的思路是在变得，其实也是逐渐一步一步变得清晰的。然后我直到今天回顾，就是做完明朝之后，我自己来回顾，我觉得自发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于内容游戏来讲，别的我也不太理解啊。就是对于内容游戏来讲，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真的可以用一个最短的链条和用户形成互通，可以让我们整个团队最高效的听见用户的声音。就是当我们可以最高效的去听见用户的声音，听见用户的一个反馈，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其实我们去执行起来，我们去优化起来，我觉得它是最准确且最高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自发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优势。那如果说我们做的东西能够变得精准，能够变得高效，那我觉得它的结果自然而然一定就会变得更好。对。然后库洛其实在做自发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就比起我们做产品，就是从动作变开放世界，我觉得在自发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相对保守很多。就是我们从提出想做自发到我们真正完全做到全球自发，其实这里面经历了7年。就是我们其实2017年做战双立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过要做自发，但当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具备能力和真的做到自发，其实是在2024年明朝上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通过我自己总结，其实我们真的是通过一个漫长的观察、学习、实践，再到自己完全掌控。对。然后为什么说漫长的学习呢？因为我们其实2017年我们整个发行的能力其实是通过站双慢慢建立起来的。那我们站双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只是做到了国内的自发，那其实我们海外其实很多部分还是给了我们的发行商去发。那我们其实在2017年到2024年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总是觉得，哎，当我们可能已经掌控了国内怎么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投点人力去学习一下海外怎么发？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跟我们的发行商商量说，哎，可不可以海外的某一个部分可以拿回来让我们自己发？对，但只能说。我们运气比较好，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发行商，就之前的发行商对我们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们都愿意把这个发行权归还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做。对，所以我们其实像站桩判名师也是这样一点一点到今年2024年，我们也真的完全把产品收回来了，进入了一个全球自发的一个阶段。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未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站双也完全自发，我们明朝也完全自发了，我们可以通过2个产品的一些自发经验。可以互相的去补足，内部把信息打通了之后，可能我觉得长线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螺旋上升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对，然后第2个其实就讲到了全球同版本，其实，我觉得在站双做下来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说站双其实是没有做到全球同版本的。对，所以我在做明朝的时候，我立项那会我就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一定要做到全球同版本。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做站双的时候，我可能有这个感觉，但是真的等到它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强烈的。因为我觉得内容游戏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其实就卖内容。那卖内容，当用户接触到这个内容的时候，他觉得有没有新鲜感，他有没有超预期，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全球同版本，那除了海外，那海外的用户在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时效性磨损的。就是如果这个内容可能是2年前的内容，我2年后才玩到，那其实你很难真的去听到用户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内容，他的反馈是不是真实的。对，所以我觉得对内容游戏来讲，其实全球同版本是必须要做到的，是必须要做到的。对，然后第2个就是对于研发，其实，在做站双的时候，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说
就怎么说呢，就是感触非常深。就是以前站窗其实没有做全球同版本，就相对于我其实要投入一小部分的人力，其实经常要去做很多的版本同步、版本搬运，再到版本本地化。对，然后发现这些同学基本上做到半年的时候，他都永远会来找你说一句话，就是他不知道他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对，这件事情其实让我非常痛苦，因为我觉得他其实相当于花了很长的时间，他其实没有感受到做内容的快乐。对，所以我觉得，那我如果要做一个内容型游戏，如果我现在要投入这样的一些人，如果把所有人都投入到做内容的这一件事情，是不是会更好？对，但我觉得答案肯定是。所以我觉得在做明朝的时候，我也非常明确，一定要让所有的人力都投入到做内容这件事情，尽量少去做一些无效的分支工作。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讲当前的情况和不足。对，然后说一下目前的情况，就是我在做这个分享之前，大概去看了一下那个明朝在 TapTap 上的一个下载和关注嘛。然后马上接近800万的一个下载，对，然后当前的一个评分是6.3分，但是明朝上线的时候最低的时候其实是到过5.3分的，对，然后明朝全球的一个社媒粉丝量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万，对，就纯看当前的这个情况，如果看我们的下载和看我们的流水，我觉得其实是超过我们团队原先的预期的，但预期的这件事情，我们库洛一直来风格其实做产品预期是很低的，对，就是。我在做明朝3年多的时候，每一次去见候选人，候选人都会问我对这款产品长线的预期是什么，我都会非常坚决的回答他，我觉得能活下去就行。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做内容游戏本质上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坚持长线主义，就是所以一开始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用户的就是我们自己团队的预期能够低一点。那当你超预期的时候，其实你会有更强的信念，愿意去和更强的成就感，愿意去继续坚持去做它。对，然后，所以其实短期的商业成绩和下载和用户其实都是超过我们团队自己的预期的。那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团队可以更关注在其实我们不足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 TapTap 的评分其实不高，6.3、5.3，那为什么这么低？我觉得其实有几个点是很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的本地化，第二个是我们的剧情体验。当然本地化其实基于全球了。第二个其实是我们的剧情体验、我们的性能、我们的各种工单的积压、我们内容的品控、我们的 bug 比较多、我们的运营不成熟等等，其实都是造成我们评分不高的原因。对，那我们其实对于一个很大团队来讲，遇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怎么更高效的去解决？我自己的一个方法论是，当我们觉得如果类似于像性能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觉得性能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其实现在会拉起一条专项，马上就去关注。那我觉得类似于像性能，我下面也会讲，就是说我们核心的一个方法是必须要科学嘛。那比如说性能，我们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的舆论和很多的反馈，比如说光工单这件事情，我们就可能有超10万条，可能是说我们的性能问题。但性能问题非常非常的分散，你现在其实很难去量化当下可能哪一条是最关键的，是最重要的。那你怎么去聚焦？其实这个是需要有一些科学的方法的。我们其实之前在科学的建设上，就在性能的一些监控和建设，全球的所有的机型，我们是否有一个平台可以去关注它们每一帧的帧率，它们在不同的地图里面的它们的 CPU 的消耗、它们的 GPU 的消耗、它们的内存的消耗，其实我们之前在这一块的买点上其实做得很不够的，所以也是因为OB 了之后，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监控模式，来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尽量的去量化。只有量化了，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现在怎么去做，对大盘的用户是最高效的。对，然后比如像本地化这种，其实我们本地化也会做非常多，就是不仅仅是说你去抓一个，你去捞进来一个可能看起来很有经验的一个同学，我觉得同步是你需要去验证，你需要不停的去验证本地化什么样的质量才是用户满意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版本开发的时候，我们会去海外找到很多的用户，尽量进来一起去看，我们每一个版本的本地化的质量，你觉得什么问题？我们的这些名词翻译起来，你觉得准不准确？是不是和我们想要表达给你的理解差不多？或者你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表达其实是不对的，你体验起来其实很吃力的。我们会用很多的这种专项去解决，对。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关于未来的一些思路和方向，对。其实我们库洛做产品是有一个
信条的，内部其实是有一个信条的。我们的信条其实就是坚持好玩法加好内容。对，在好玩法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最开始做战场双马尾的时候，再到做战双帕米什的时候，再到做明朝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都是有明显体验的，都是有明显体现的。就是我们希望去做一些用户未曾体验过且它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做战场双马尾的时候，我们想出了一个创新的弹道玩法；我们做战双的时候，我们想出了一个三消的玩法；我们做明朝的时候，我们想出了动作结合深海的玩法，也就是大家理解的宝可梦的玩法。我们其实做这些东西的本质都是希望我们在立项的时候，我们有一套玩法是希望用户长线玩进去的时候，他是觉得好玩的，他是觉得愿意一直去玩的。第二个才是我们觉得好内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东西不仅仅有好玩法的同时，我们是有内容传达给他的，我们是有 IP 力的，我们是长线给他传达一些有趣的故事、好的价值观和精神鼓舞的。对，然后先讲好玩法的这一块，就是明朝在未来好玩法的这一块，其实我们大概的一个思路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们觉得我们有游戏4个大板块，一个是我们的角色，第二个是我们的大世界，第三个是我们的深海，第4个是交互。交互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是分两部分看的，一部分是用户和用户之间的交互，第二个是用户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跟这个世界有关交互，比如说他玩历程，他觉得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角色是有交互的，他是有强的代入感的，他跟这个世界的变化是有交互的，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什么行为，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导致到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就是这2部分的交互，是我们未来在做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会主力去打的一个方向。那我们怎么把这4个标签更好的结合，然后最后用战斗核心玩法的这个载体去击穿它，其实就是我们这款产品未来在玩法的这件事情上，想要一直去探索的。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好内容，对，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有给大家讲过，就是说我在做明朝的时候，我是希望把中国人的一些文化内核或者中国人对于审美的一些偏好可以推广到世界去，对，但其实做到今天，我也希望，就是因为明朝的这个世界观，我觉得它其实是很庞大的，它是一个悲鸣现象出现在这个世界和宇宙当中的，所以它可以有很多，它除了像中国风、像中国地区以外，它其实还能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地区。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每一年的大版本当中，向用户去呈现，当明朝去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世界当中，它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结合了第一个的一个，结合了好玩法的那个点，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持续去给用户塑造或者去给用户做一些更高交互、更高沉浸的一个体验。这个沉浸必须得匹配剧本、玩法这2个方面，还有动作，对。然后第3个其实就是更能打动人的角色塑造，对，因为对于其实现在内容游戏已经非常饱和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觉得角色塑造其实未来是很难有弱点的，是不能有弱点的。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去思考，就是如何在每一个版本基于这个角色的标签和这个角色在这个世界观里面的位置，去给用户，包括角色和主角和玩家的一个关系，去给他塑造一个让玩家更愿意接受的一个塑造方式。然后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更科学的去满足全世界的一个内容，就是全世界用户的一个内容喜好。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最近其实自己一直以来在做的一个功课。就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的女性角色也好，或者男性角色也好，它在全世界不同的地区，比如说像日本、像韩国、像美国、像中国，其实大家的一个反响和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数据都是很不一样的。对，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版本的纪言这个角色，那纪言角色我们也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在中国这个地区，他在日本这个地区和他在美国的这个地区，他呈现出来的数据是很不一样的。那基于这些不一样，我们未来在版本当中，我们怎么去调节它的比重，怎么去设计它，怎么去塑造它，是我们现在其实需要非常就是重点去思考的一个
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其实通过更多的一个数据的挖掘，每个星期的开会，去寻找，我们未来的一个版本内容和版本规划应该怎么去做，可以更好的让全世界的用户接受。对。然后最后就讲讲，就是关于做开放世界和全球发展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件很爽的事。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开放世界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框，就是它是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对，这对于我们整个研发团队来讲就很有，就是有一个很激励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觉得有一个玩法它很好，对，那我们在这个它怎么，我们总能想到一些方式和方法让它出现合理的出现在开放世界的这个地方里，它既能给用户提供一些很不一样的体验，同时又能给我们开发团队提供一些很大的挑战。那我觉得这其实是这个明朝这个框架，我觉得长线运营上对于团队也好，对于用户也好，对长线运营来也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刚刚2位分享的同学也都有聊到，就是确实是在我们团队也经常这样说，就是我希望我们是一个长线能做好长线的一个内容服务型游戏。那你想要做到这个点，你除了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同时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觉得正确的心态就是爱。你需要爱玩家，你需要爱你的游戏，你需要爱自己的团队。你只有做到这3个点，你才能够真正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状态，去长线的去做游戏的这项事业。这就是我今天大概的分享，谢谢大家。感谢松伦带来的精彩的分享。